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8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5.57，收盘价是254.1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9.52，最低价是在250.49。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跌破了前低。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018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1 倍量增。KD 值，开口增大，双线是继续下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的短期空头趋势在增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8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横盘后向下的突破中。那么这个横盘我们指的是7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和7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这个横盘区域。那收盘价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的最低，也就是254.12，目前的收盘价是在254.11。那么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我们也会看到，当日是一根大的十字线，那么也出现了新低，那也就是目前建立了或者叫确认了上方有头低，下方有底低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那同时，当日的收盘价也瓦解了7月27日和7月28日建立的这个止跌的 K 线组合的最低。那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止跌的 K 线组合。所以从各项指标来看，日后股价将会继续下行。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8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给出了2个方向，向上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70，然后另外一个方向会出现下跌，收盘价会在256附近。那么第二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收盘价会在263附近。实际在8月2日收盘价是在254.11，出现了下跌。我们预测的下跌和实际发生的下跌在点位上相接近，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就是我们预测的下跌呢，仍然在横盘区域之上，而实际的收盘价是跌破了这个横盘区域。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这个收盘价呢，也跌破了我们分析的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54这个位置。那也确认了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好，那这个第一个目标现在已经被跌破，那么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
那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会是241，是这个缺口的上沿，同时它也是6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好，这将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目标被跌破呢，那么股价将会进入到一个更深度的回档。对，那么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啊，我们说目前的支撑就是50日均线值。那在8月2日盘中，实际上我们认为它已经回踩了这个50日均线值。如果股价继续是一个低开盘呢，那么这个50日均线值很可能不能够成为支撑，而更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反弹的压力。好，那241如果被跌破，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23，是下面这个小的缺口的上沿。那同时呢，它也是股价在6月7日出现回档之后，也就是在6月8日出现了，这是一根齐涨 K 线的最低。好，那223如果被跌破，那接下来的目标，我们认为应该股价会去测试这条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底高的上行趋势线。那具体的点位呢，我们要等股价跌破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具体第三个目标的具体的点位。那目前随着股价如果继续运行呢，那我们认为如果继续向下，应该会是测试这条下边的这条上行的趋势线。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然后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说股价如果在8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出现反弹，上行的目标，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73，目前273是前高。对，那站上273之后，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这个300关口，也就是299.29，这也是前高，这是它的第二个目标。好，那第二个目标站上之后呢，我们给出第三个目标依然是314。314如果股价回档成功，然后继续上行，它依然是这一波上涨的目标。好，或者我们说的是它这一波上涨的真正的目标是314。好，那目前我们看股价如果出现反弹啊，最大的压力实际上就是在到达第一个目标273之前，各条均线值包括在前一日 K 线也留下了一个小的缺口。那么目前从股价的收盘价一直到273上方都是强压力。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和上行。那在8月3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那之前我们给出的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63，说如果在这个观察位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那在上方运行呢容易收高。好，那么在8月3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我们要关注259。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下移，259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呢？目前股价是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那股价下行是正常的。对，那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我们要特别关注259，因为出现反弹这个位置将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对，那股价很容易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啊，然后再出现反转向下，所以在8月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259。如果股价能够在259反弹，在259上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高的。对，因为多头，如果有多头的力量介入，股价出现反弹，它的目标一定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所以259呢将会是多头的一个目标。当然，空头首先要守的一个位置也是这个位置，同时这个位置和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这个上方的这个小的缺口呢也是重合的。对，所以这个位置我们要关注在盘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0%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7月27日收盘价这个位置和7月2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给出的进场和加仓的建议。那这个仓位的成本目前是在270，那么这个仓位我们一直守的是7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54.12。当然之前我们在做视讯的过程当中说的都是254，我们取的是整数。如果我们精确的来看的话，是守254.12。那目前在8月2日股价的收盘价是254.11，也就是它已经跌破了我们的这个止损位，所以这10%的多头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的。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说在7月28日给出的，如果之前没有进场，在这个位置是可以抢反弹的5%的仓位。那么一直到现在，我们给出的止损是258，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当然，这个仓位也是要止损，立刻止损出场的。好，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做多的操作建议的描述。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在股价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进入。我们说是不论是高开盘还是低开盘，都会有空头进入。那么在这个区域进入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上方的270到273之前，对，到273之间。那我们说这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同时在8月3日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这是空头的描述。当然，在这个位置建立的空头，他们的目标目前应该是241。好，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8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9一直到264，在这个区域。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也在这个范围，是从260一直到264。当然还有前高，还有这个小的缺口。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第二个压力位我们认为是269。这个269我们指的并不是这个 K 线组合的最高，而是指的7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在269.08。相对于它来说，这是我们说在这个位置是一个起跌的 K 线，所以这个起跌的 K 线的最高将会是一个压力。
然后再上方就是273这个位置。那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是在270到271之间。好，这是上方的3个压力位，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250附近，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是241到235。好，这是我们说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8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会给出3个可能，当然都是带有条件的。那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继续下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5.5，最低下方会到达246，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47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的下行。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还有可能会出现反弹。那如果反弹，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264，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55，在这个位置。好，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4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二个可能。那第三个可能呢，是我们给出一个额外的可能，就是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我们判断股价会出现大幅的反弹的原因，首先是第一，这是一个十字线，而且含有很长的上下影线，那说明在当日股价是出现了多空双方在这个地方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交易量。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介入，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反弹，并且这个大幅的反弹呢，我们在K 线的均线的计算方面，它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会给出这样一个额外的第三个可能。如果出现大幅的反弹，它将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8，上方最高会到达272，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1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大幅的反弹。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8月3日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